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中国潜艇来一个宰一个，来两个宰一双；美海军高调放话，水下核潜艇竞赛已经打响。一场针对中国的水下核潜艇竞赛已经打响。根据美国海军官营透露的最新消息，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做这个准备，他们正准备着手设计美国海军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号称是终极水下捕食者。为什么说这是针对中国的？由于美国建立奥库斯安全联盟，向澳大利亚出口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模式已经被华盛顿政治精英认为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扩张，所以未来不排除美国会复制这个模式，向其他盟友出口攻击型核潜艇，以水下狼群战术来包围遏制中国。而按照美国以往的套路，出口给盟友的一般都不是最顶级的武器，真正最先进的武器，美国都是握在自己手里，当作对盟友的诱饵。那么，美国正在设计的终极水下捕食者具有哪些能力？对中国会形成多大威胁？根据美国海军人员透露，他们计划从美军现有的几种核潜艇中汲取必要的设计元素，集合前几代核潜艇的优势，然后形成一款各方面非常全面、没有突出弱点的水下杀手锏。现在，美国海军正在为这种下一代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奠定基础。毕竟，要打造一款比现有的几种核动力攻击潜艇能力更强且价格不能太贵的终极杀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项目被命名为 SSN， 表明设计尚未确定，但是有一点已经确定下来，该潜艇将集中采用美国海军之前3种潜艇设计的长项，包括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这2款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以及仍在开发中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美国潜艇部队指挥官休斯顿中将表示，未来终极杀器要借鉴的是海狼级能搭载更多的各种导弹武器及速度，弗吉尼亚级上的各种先进电子设备，以及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预期使用寿命。不久前，在南海发生神秘碰撞事件的就是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中的康涅狄格号。海狼级核潜艇是在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当时打造海狼的目标是对抗日益先进的苏联核潜艇舰队。海狼级核潜艇本打算取代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海狼级核潜艇过于追求高性能而引发的高成本，最终导致这个项目于1995年被取消。原本计划建造29艘，后来只建造了3艘。海狼级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美国海军现有武器中性能最强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也是有史以来最安静的潜艇之一，是装备最齐全的攻击潜艇。这种潜艇的用途是发现和摧毁敌方潜艇和水面舰船，利用巡航导弹和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武力，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持战斗群行动，并从事水雷战。水下航速超过25节。在攻击能力方面，海狼级总共有8个大口径鱼雷发射管，较以往的美国潜艇多出1倍，意味着每次装填武器之后能接战的次数多1倍，武器筹载量更大，增至50枚。由于海狼级当时是专门用来猎杀苏联潜艇，所以并未配备专门装填对陆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舰上可用的武装包括 Mk48 鱼雷、鱼叉反舰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未来也会配备发展中的先进巡航导弹。如今海狼级也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升级了电子设备，并搭载了先进的声呐、声学和其他传感器，有的还成为多任务平台，能够为情报任务和海豹突击队的特种作战提供必要的支援。而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是用来取代美国海军的俄亥俄级潜艇，其中哥伦比亚级的第1艘哥伦比亚号将是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核潜艇，不过预计要到2031年才能正式服役。美国海军认为哥伦比亚级的特点是其计划拥有42年使用寿命，可以将这一特点包含在 SSN 项目设计中。作为当前美国海军主要的攻击型核潜艇，弗吉尼亚级的设计背景并非针对可能爆发的与另一个大国的战争，而现在美国
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而且是目前美国与中国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美国海军官员认为，未来的 SSN 核潜艇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亚太海域击败中国海军。在美国海军刚刚发布的新战略指南中，破天荒地首次放下自己傲慢的面孔，承认中国和美国的海军军力旗鼓相当。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强调，必须保持美国海军力量的优势，强化美军战备。托罗在这份新战略指南中，把中国军队文化、气候变换与新冠疫情列为美国海军面对的4大挑战。中国是4大挑战之首，足见美国海军的重视程度。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对五角大楼来说是最重要的，其海军从根本上扩大了规模和能力，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托罗特别强调说，这是至少1个世代以来，美国首次面对在海军实力上可匹敌，并积极部署军力以挑战美国原则、伙伴关系与繁荣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场水下对抗中，美国海军会让自己的终极水下捕食者发挥什么作用呢？在五角大楼看来，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和能力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其海军。此前，五角大楼甚至将解放军海军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面对这些趋势， SSN 核潜艇确实需要为重大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军将领声称，需要 SSN 核潜艇能够深入敌后，并提供真正能够确立美国主导地位的打击能力，需要拥有能够阻止对手在其堡垒地区开展行动的能力。美国海军此前曾表示， SSN 核潜艇的设计将在反潜作战任务中重新优先考虑更多数量的复杂威胁，并且新潜艇需要能够抵御无人水下航行器带来的威胁。不过，也有不少媒体和专家对 SSN 核潜艇项目存在质疑，因为美国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刚刚确定下来，军工造船厂还在全力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什么时候才能轮到 SSN 核潜艇的建设？更何况美国的航空母舰、水面战舰都处于新老更替的关键阶段，而当前美国军工建造能力已经难以支撑同时上马几个大项目，现在的建造效率已经有目共睹。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设计出 SSN 核潜艇，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第一艘 SSN 核潜艇的服役，这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况且每艘该级潜艇将耗资58亿美元，这个价格你觉得美军能承受几艘？即便到20年后，美国真的迎来第一艘 SSN 核潜艇，可能到那时的世界格局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强化自己的核潜艇能力，就是要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美国一直希望自己的核潜艇技术，无论是攻击型还是战略导弹型，都要比其他国家要领先1代到2代。这样的话，美国的军事优势就比较明显。包括现在要打造的3合1新型的核潜艇，既可以携载战略导弹，也可以携载巡航导弹，还可以携载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要达到的就是让自己的海军，尤其是水下的作战能力能够达到最强。而从美军的角度来讲，五角大楼已经把中俄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对手，必须要把中俄的武器装备作为自己瞄准的主要目标，所以需要打造更先进的核潜艇来对抗中国跟俄罗斯。此前，美国通过搭载奥库斯安全联盟把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其实有2个考量：第一，美军的舰艇数量不够，所以美国就会鼓励澳大利亚、英国也购买更多的核潜艇，来协助美军扩充海军的舰艇数量。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潜艇，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海军的潜艇，这不就相当于美军间接扩军，还用的是别国的军费？第二，美国通过把落后的产能，比如把洛杉矶级或者某一个级别的潜艇卖给澳大利亚，那么美国可以挣得盆满钵满。美国就是商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澳大利亚来消化自己的潜能，甚至为自己的潜能来买单，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最佳选择。但是美国一旦这么做的话，必然会掀起在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毕竟美国打造的核潜艇是核常兼备的，对中国跟俄罗斯构成威胁，这2个国家也将被迫采取军事行动，包括扩充自己的军事装备，这不就变成了军备竞赛吗？而且美国不断的在打造自己强大的进攻能力，作为中国也好，俄罗斯
斯也好，肯定也会强化自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包括高超音速导弹。至少这种武器从目前的防御系统来看，美国是无法拦截的。再加之中俄也会发展更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更隐蔽的攻击型核潜艇，这样也有助于突破对方的导弹防御体系。各国海军为什么都重视发展潜艇？是因为潜艇行动具有隐蔽性，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潜入很深的水域，对方的反潜兵力难以发现，所以在海战中，潜艇性价比非常高，可以有效威慑对方强大的水面作战集群，甚至航母编队，也可以对对方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线进行破坏或牵制。简而言之，潜艇是一种能够以小博大或者以少胜多的海战武器。当美国要想攻击中俄时，必须要考虑遭到报复的代价究竟是什么。美军的参联会副主席海腾上将就指出，美国和中俄开战那是地球的末日，这场冲突将没有赢家。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